非有消息，上个月博茨瓦纳航空引进了一架巴航工业的 ERJ175 客机，有消息说它下个月还要再引进一架，连同此前的一架 ERJ170 在内，这架非洲小航司眼看就要拥有3架 ERJ 了。ERJ170、175在一些地方连生存之地都没有，为什么反而在非洲很有市场呢？事实上 ERJ 在非洲真的卖得不错。以 ERJ170、175为例，南非的 Airlink 有5架，尼日利亚的比纳尼航空有3架， Overland 有2架，喀麦隆的喀麦航空有1架，埃及快运有过一大批，就连布基纳法索航空都有1架。如果将范围扩大到 ERJ190、195，那么拥有的非洲国家就更多了。除了刚才提到的南非、喀麦隆、尼日利亚和埃及外，肯尼亚航空有13架，摩洛哥航空有4架，莫桑比克也曾经拥有过3架。ERJ190、195的使用成本很高，在一些地方需要靠补贴才能生存，为什么整体经济不发达的非洲反而会买它呢？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很多，非洲虽然穷，但也不见得用不起 ERJ。综合各种因素，总体来说 ERJ 可能是非洲最好的选择，理由我们认为有以下4个。一是没有别的可选，全球民航市场上现在流行的50座以上的支线客机其实只有4种，也就是 ERJ、CRJ-8 和 ATR。 当前 CRJ 和 -8 已经停产，只剩下了 ERJ 和 ATR。 二是非洲太大，法意合资的 ATR 是涡桨支线客机，虽然省油，但是飞得太慢。非洲太大了，曾经有人用 ATR 飞过2500公里的航线，要乘客在 ATR 相对狭窄的客舱里待5个小时，很多人是受不了的。熟悉非洲地理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博茨瓦纳的面积很大，它的首都卢萨卡距离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很近，但是如果想飞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城市，航程基本都在1500公里以上，因此从实际情况出发，它也只能选择喷气式的支线客机。三是什么飞机用好了都能赚钱。博茨瓦纳近来依靠钻石等采矿业经济飞速发展，它的野生动物旅游也很发达，但是总体来说该国的民航客流还是少，跨国航线上大家都会选择搭乘阿联酋、卡塔尔、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航空的大飞机往来，博茨瓦纳航空只能打打边鼓。但是在博茨瓦纳国内航线上，那可就不是边鼓，而是主持人了。博茨瓦纳有6、7个民航小机场，跑道正好够 ERJ 起降，乘客虽说不多，但是票价高，一样可以赚到钱。其实任何飞机用好了都能赚钱，只要出勤率保证到每天能飞到5、6个起落。4是 ERJ 的质量有保证， ERJ 正好就是每天能飞5、6个起落的那种飞机，它的质量与波音和空客相比并不逊色。由于出勤率高，大小又刚好够用，就算运营和保养成本高一些，也能在非洲生存下来。飞机这种东西就和运营车辆差不多，只要不总出小毛病，只要有上座率、有票价，就能赚到钱。非洲虽然穷，本地百姓很少坐得起飞机，但是在高端游客的支持下，较小的支线甚至是通航飞机也能够赚钱。关于这个事情我们以前说过很多次，例如在尼泊尔曾经有过多型涡桨支线客机和通航小飞机同台竞技，但最终 ATR 和双水塔比较流行。当然支线客机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发达国家，例如美国、日本、西欧和澳大利亚等地，那些地方的民众富裕，票价高，民航支线有日常的刚性需求。所以上述4点就是 ERJ 在非洲流行的大概原因。朋友们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也欢迎补充指正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